奥利维亚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绝对是没在出门前把理查德买的那捆打折卫生纸给当场烧了，这抠门程度简直让人大开眼界。咱们这位50岁的老公理查德，日常省钱省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我看他恨不得把海滩小屋需要的所有空气都压缩塞进车里。看着被塞得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的副驾驶和后备箱，奥利维亚整个人都麻了，吐槽说这哪是去浪漫度假啊，纯粹是去当憋屈的人肉罐头。理查德这铁公鸡倒好，大手一挥，直接给出了一个炸裂三观的坑爹提议，竟然让媳妇憋屈的坐在18岁继子的大腿上凑合。说真的，这种奇葩主意也就这种极品老铁公鸡能想得出来，他八成觉得这不仅省了空间，还能通过这种窒息操作增进塑料家庭感情。卢卡斯这个小伙子刚满18岁，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让人不安的青春期中二叛逆气息，看着就一副欠收拾的拽样。他看奥利维亚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靠着花言巧语嫁给自己亲爹，随时准备卷走退休金跑路的贪婪寄生虫，敌意简直要溢出屏幕了。结果大无语事件发生了，奥利维亚就这样卑微地缩进了那条狭窄的缝隙里，被迫和卢卡斯像沙丁鱼一样死死挤贴在一起。车里的尴尬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两人之间每一次被迫的肢体磕碰都像是在火上浇油，这窒息感简直能拍一部惊悚片了。卢卡斯为了稳住重心，手突然像铁钳一样死死抓住了他的胳膊，那抗拒的力道简直像要把他直接当场扔出车窗外，太窒息了。奥利维亚被挤得浑身肌肉僵硬，恨不得自己当场学会传说中的缩骨功，直接在这个满脸写着嫌弃的男孩面前彻底物理隐形。正午的毒辣阳光简直要命，车里死一般的寂静，配合着没开够冷气的闷热，让他的理智和意识都开始跟着汽车尾气慢慢涣散。就在他被挤得快要昏睡过去的时候，底盘传来一个剧烈的死亡颠簸，直接把他整个人连灵魂带肉体都给狠狠震清醒了。他感觉到卢卡斯那坚硬的旅行包卡扣正隔着薄薄的布料无比嚣张的死死硌着他的膝盖骨，这物理攻击简直招招致命。这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意外颠簸，这分明是一种足以让车内火药味自燃、家庭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信号。奥利维亚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平时连正眼都懒得看自己一下的冷漠继子，竟然故意用背包暗算他肚子里全是捉弄人的坏水。就在2周前的一个深夜，他撞见过卢卡斯在浴室里偷偷洗他那印着骷髅头的中二破袜子，那社死场面简直尴尬到让人想扣出3室一厅。当时那中二小子满脸愤怒的用力摔了门，可那个极具冲击力的滑稽画面却像表情包一样深深死磕在了奥利维亚的脑子里。而现在背包卡扣那种要命的坚硬度，就隔着他夏天的薄裙子，严丝合缝地摩擦着他那即将暴走的脆弱神经，这谁顶得住啊？作为长辈的憋屈感和被捉弄的愤怒值像2根高压电线交织在一起，让他那本就过载的大脑瞬间当场短路了。他从后视镜里无语地看了眼罪魁祸首理查德，这位年过半百的老汉居然还在没心没肺地专心开车，甚至对着破收音机瞎哼哼。理查德眼角的深邃皱纹和鬓角的沧桑白发，在老婆受罪的这一刻显得格外的刺眼和讽刺。这老头真是凭实力单身啊！这憋屈的3年里，他一直苦苦扮演着那个贤良淑德的报恩好妻子，毕竟当初是理查德慷慨解囊把他从破产的烂泥里拉了出来。可昨晚理查德在面对家庭沟通时的敷衍表现，除了那震天响的生化武器级呼噜声，就只剩下一句冷冰冰的抱歉，我太累了想睡觉。奥利维亚当时心梗地躺在床另一边死盯天花板，觉得自己体内那股无名怒火简直快要把自己憋屈的慢慢烧成灰烬了。那种被无视的家庭空虚感在寂静深夜里放大了无数倍，日常的枯燥对话根本无法填补2人之间那种深不见底的沟通黑洞。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卢卡斯那嚣张跋扈的叛逆轮廓，还有这臭小子身上那种充满敌意和攻击性的中二青春期气场。这种想要当场发飙的冲动是破坏和谐的，是有毒的，但怒火也是他此刻在这闷罐车里唯一能感觉自己没被憋死的东西。现在的奥利维亚简直是精神百倍，一点也不困了，他的理智神经被那死死硌着他膝盖的背包卡扣彻底拉扯到了崩溃极限。这个世界上最爱跟他作对的叛逆继子，此刻正用这种暗搓搓的物理挤压方式，嚣张地宣示着他不容忽视的恶劣存在感。奥利维亚体内的暴走开关被这股怒火彻底拨向了危险的那一端，他这回竟然不想再像个受气包一样委曲求全地躲了。旁边的卢卡斯还闭着眼睛，呼吸平稳的就像真死鸡睡着了一样，但这演技实在太拙劣了，骗3岁小孩呢吧。当这辆破车轮子再次颠簸滚过一段坑洼碎石路时，奥利维亚毫不客气的顺势借着重力狠狠地往下坐压了回去。就在硬碰硬的那一刻，那种骨架子都要被颠散架的痛楚感
让他差点在这该死沉默的闷罐车厢里直接痛得叫骂出声来。压抑了几个月的窝囊家庭气，在这一秒终于找到了硬碰硬宣泄的出口。虽然这种和继子较劲的方式看起来极其幼稚且滑稽，糊涂蛋理查德还在专心致志地开他的破车，他绝对想不到，在距离他不到1米的地方，一场无声的抢地盘大战正在摧毁他的家庭。那种必须赢下地盘的疯狂念头彻底击碎了他的理智，他开始随着这破车的左右晃动，有意无意地用力往回挤压反击。他的反抗动作完全不受控制地暴躁起来，这种近乎疯狂的无声肢体抢做抗议，竟然让他感到一种发泄怒火的毁灭性快感。在那上头的几秒钟里，脑洞大开的他甚至暴躁地幻想卢卡斯正真实地被他一脚踹飞出这辆破车的窗外，看着简直解压。就在他这暴脾气几乎要失去最后一点长辈矜持直接开骂的时候，两只大手突然像老虎钳一样死死按住了他的膝盖不让动。奥利维亚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击吓得心跳瞬间漏掉了一拍，实锤了。这臭小子果然一直在装睡暗中观察。他凑在他耳边发出的那种压抑、愤怒且充满了地盘警告意味的呼吸声，简直就像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尖刀，压迫感拉满。完了芭比 Q 了，长辈所有的体面和尊严在这一刻彻底喂了狗。他居然沦落成了一个跟青春期继子抢做较劲的无脑疯婆子。如果卢卡斯这小子跑去告诉理查德说后妈欺负他，那等待他这个免费保姆的绝对将是毁灭性的道德绑架和无情羞辱。巨大的无奈感开始在心里疯狂蔓延，理查德名义上给了他家庭，而他现在却在这里像个泼妇一样争抢几厘米的破座位。他心虚地试图挪动身体拉开距离，想强行找回最后一点点身为长辈的破尊严，可这该死的车里实在太挤了，根本动弹不得。结果越是心虚挣扎，那种磕磕碰碰的肢体冲突就越是变得明显而激烈，这滑稽的情况反而变得更加尴尬且完全不可收拾。再这么死挤下去，我可不保证这车门会不会被我当场踹飞。卢卡斯咬牙切齿的低语，简直就像是个恶毒的诅咒，太抓狂了。在这场名为抠门省钱的奇葩自驾游里，理查德虽然赢了那点可怜的车费，却成功把全家人的理智和和谐都给彻底做没了。